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9月1日。今日借3單交通嘅新聞啦，去講下思考方法啊。因為咧，我上次講過啦，有一啲嘅香港人嘅媒體就話喂，英國種族歧視嚴重啦。佢舉咗一個新聞嘅例子呢個新聞例子咧，我上個禮拜2次跟進咗嘅，就有啲人話咧，重判港人放生白人，論英國司法嘅二等公民英國嘅白人司機撞死11歲嘅香港男童，罪名只係不小心駕駛嘅。判社會服務令133小時，停牌1年啦，監都唔使坐。反觀今年年初啦，港人教師就撞死單車嘅白人重判2年，停牌6年啦，仲要咧面臨遣返。大家知道啦，你申請 BNO 嘅 visa， 如果咧喺個期間裏邊係有嚴重嘅刑事罪行咧，好可能會被驅逐出境嘅。退一萬步，即使冇被驅逐出境，但係咧，喂，你係有嚴重嘅刑事記錄咧，你申請永居咧，極大機會係不能成功嘅。咁更加遑論入籍啦。所以咧呢個港人咧係一個香港嘅教師嚟嘅，佢移英之後咧就發生咗呢件咁嘅事，咁都係令到自己啦同埋對方嘅人生咧都係有個好嚴重嘅影響。咁判詞話好令人心寒啦，港人教師俾法官逐條數落，話佢摧毀咗英國人嘅美滿人生強調事件嘅影響之深對白人嘅司機。法官不但隻字不提呢個港同身故嘅家庭社群造成巨大嘅痛苦，反而體諒被告判斷呢個嘅司機冇倒後鏡，玩電話同埋意外係冇直接關係嘅。嗱，因為咧嗰個白人司機撞死香港小朋友嗰個咧，喺個 CCTV 佢嘅車內有 CCTV， 就見佢曾經咧係倒車嘅時候咧係用過手提電話嘅，一路倒車又用手提電話。但係咧個法官咧就證實咗佢喺交通事故嗰刻係冇因為手提電話而影響到佢嘅揸車，即係簡單嚟講，佢喺撞死咗小朋友嗰刻咧，佢係冇睇過手提電話嘅。就話呢個港童咧要負上責任案情雖然有異，英格蘭、蘇格蘭量刑標準亦都唔同，但係足以令到移英嘅港人咧憂慮司法不公在臨面前呢個畏縮忍讓，只能夠移民又移民，又淪為二等公民。港人沒有祖國，哪有家咧？呢啲咁嘅文章咧就咁樣嘅，咁我就成日同大家講啦，思考方法嘅第一課，唔好先有結論再揾證據先有結論再揾證據咧，你就係會有一個極大嘅思考盲點嘅，就變成咗咧就係主觀嘅判斷多過客觀嘅分析啦。我哋先睇咗證據，再得出結論啊嘛，呢個係我哋思考方法不二嘅法門嚟啊嘛。咁第3單嘅交通意外新聞就係一個香港嘅警察撞傷咗一個女途人，令到女途人咧要截肢終生咧就係要有殘疾，結果咧係被輕判只係社會服務令，而即係無需監禁。3單新聞我比較下，逐單。上個禮拜我已經跟進咗個2單咧，我就簡略啲去講啦。首先咧，第一單咧就係 Sheffield 呢個港人嘅男司機因為一個移英教師嚟嘅，佢就揸車上 Sheffield， 由倫敦揸車上 Sheffield 去探朋友。咁你睇到呢條路啦，呢條路咧而家咧就有一個雪糕筒拉咗線嘅地方啦，就係撞死人嘅地方，撞死個單車司機。佢好明顯咧就由警車個位置越線咗去隔離，就撞死咗個男單車司機。咁而你睇到地下嗰條線咧係實線嚟喎，實線即係代表咩意思啊？就係不能去過線嘅虛線先能夠過線噶嘛，實線係不能過線，所以咧法官咧就判佢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首先佢犯咗一個法例先，就係佢危險駕駛啦，佢唔能夠係過呢個嘅實線嘅而危險駕駛應該係嚴重啦。如果平時俾警察捉到都要扣分咁可能要被逼上強制駕駛改進課程添。咁佢越線嘅時期，然後咧仲撞死人，就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咁被判2年，停牌6年。坦白講呢個判刑咧喺全世界放諸四海咧都係屬於非常之輕。但係因為英國而家個司法制度咧就爆炸咗，就因為監獄冇地方，咁所以咧變成英國有好多荒謬嘅情況嘅有一啲人咧就坐4成坐6成就放翻出嚟，行為良好。咁放翻出嚟咧就只係罰佢咧唔可以去酒吧睇波嘅啫即係受呢個看管監禁後看管，就唔可以去酒吧睇波。呢啲係極之低嘅阻嚇性嚟。咁但係呢一單嘢咧就證明到嗰個香港男教師揸車嘅時候嗰種危險性，而危險導致人哋死亡咧，呢個係絕對需要重判嘅。咁就睇唔到係有種族歧視啦。咁但係另外一單就係香港嘅男孩子就俾人撞死，非常之心痛。
非常之不幸喺 Sheffield 呢個喺 Edinburgh 呢個地方就俾呢個白人嘅男司機啊就撞，咁但係咧法官係睇晒 CCTV 嘅，咁啊嗰個香港嘅小朋友咧要負上極大嘅責任噶，即係被撞死嘅小朋友。咁啊法官個意思係點解咧？嗱，你首先你要明白，而家咧呢度係一條喺呢個嘅高爾夫球場出嚟嘅一條路。咁咧呢條路出嚟嘅時候咧，喺馬路上邊咧，貨車司機係有優先使用權嘅。咁而咧嗰個小朋友咧就喺個貨車出嚟嘅時候，喺另外呢邊左邊，咁啊穿過嗰條路，佢由行人路開始過穿過去嘅。咁啊嗱，你行人路踩單車，你去到一個馬路嘅中間缺口，理應要停低，睇下有冇車咧，先至過對面嘅行人路啊嘛。理應係咁樣噶。呢個11歲嘅香港男小朋友。咁啊，好可惜啊！就係呢個小朋友嘅路面經驗係不足，好明顯係嗱，佢已經幾個月嘅啫，踩單車可能個經驗始終都係淺。咁而咧，佢個學校同佢案發嘅地點咧，即係1分鐘嘅單車距離，咁就發生咗呢個咁無辜嘅意外啊！因為小朋友當然11歲，佢唔可能有豐富嘅路面經驗啦。咁但係呢個男司機咧，佢係只被告不小心駕駛嘅。點解咧？因為咧佢冇睇清楚左邊。咁但係理論上條路佢有優先使用權噶嘛，所以佢冇犯法先。佢嘅時速咧只係7英里至8英里，冇超速，冇衝燈，冇危險駕駛嘅任何跡象。佢只係不小心駕駛，佢冇望清楚左邊，淨係望咗右邊。因為咧佢左邊咧有一個大嘅草叢咧遮住咗佢嘅視線。咁啊，而個男仔咧踩單車嘅時候應該係要停低觀察有冇車。咁但係好坦白講，我喺英國見到好多僆仔咧或者成人咧踩單車都唔會睇嘅。即係因為單車係惡晒噶嘛，你單車撞到人，我前幾日都爭啲俾個單車撞到啊，佢係衝燈，我係轉右嘅時候咧，佢衝燈喎，無啦啦佢嗌喎，佢送 Uber 送 delivery 嗰啲嚟，佢大嗌喎，然後佢好彩佢技術好啊，最後一秒扭咗個軚，佢自己衝燈衝過嚟啊，我嚇親我啊，我成車7個人喺度都嚇親。咁但係英國單車經常會有呢啲好危險嘅，因為單車係即係惡晒喎，第一佢又冇牌嘅，佢唔需要考牌。佢亦都唔需要喺個單車上面咧展示佢嘅身份號碼、身份識別，我哋又要啊嘛，所以佢撞到私家車咧，佢可以呢個即係就咁 walk out 啊！我哋撞到佢哋咧就好嚴重喎，佢哋撞到我咧，我要問佢攞保險又未必攞到添㗎喎，咁啊佢揸單車唔使保險啊，所以單車咧喺英國咧就係好令人頭痛啊，尤其是喺倫敦，單車咧即係理論上啊。佢如果靠左咧就冇乜問題啊，但係好多時候咧一堆嘅單車咧，尤其是假日啦，佢就喺晒中線喎。咁咧你又過去咧又唔得啊，又危險啊造成佢自律嘅，佢自己靠左咁啊冇問題啊。但係好多時候咧佢一排過喺晒中線咁啊呢個咧你又過唔到去，結果就造成後邊大擠塞。倫敦經常發生呢啲咁嘅情況。咁而呢個 Thomas Wong 嘅小朋友咧。嗰個白人司機，佢只係被告咧不小心駕駛導致他人死亡，所以只需要輕判133小時，因為法官認為佢係冇望清楚，呢個係有責任，但係條路佢有優先使用權，對方撞佢而俾佢剪入車底咧，對方係應該要負上嘅責任大過佢要負上嘅責任嘅，呢個就係個法官嘅解釋。但係同唔同意係另外一件事，我哋需要有更多嘅案情細節，我哋先判斷到，起碼法官嘅解釋咁。所以呢兩單新聞咧，完全得唔出咧係有種族歧視嘅結論嘅。但係嗰啲嘅媒體咧就不斷放大，就話種族歧視。反而而家呢一單新聞，我同佢講下思考方法啦。因為一個30歲嘅男督察衝燈致途人啊，要截肢，但係警務處嘅助理處長求情，只係判240小時社會服務令嘅。嗱，如果咧用翻頭先嗰個話移英港人兩個 case 咧。就話係種族歧視呢一單嘢，你唔使睇啦，一定係咩呢個係官官相衛啦。如果用呢個先有結論再判斷嘅結論咧，就係官官相衛咯。男督察撞到人哋截肢，唔需要監禁，有冇搞錯啊？一定係咁樣得出結論嘅。咁我哋睇埋案情咧，先知道個結論咧，先會穩妥嘅。個案情就係點咧？喺前年凌晨喺旺角咧一個私家車呢個男督察係揸私家車啊嘛。係衝紅燈喎，撞向咗個的士嘅車尾，即係佢係衝紅燈撞咗個的士車尾，然後導致個的士失控咧，撞到一個女途人隔山打牛。呢個女途人咧係右腳粉碎性骨折，要截肢，真係好可悲。一個女途人叫馮嘉敏男督察咧早前佢係曾經承認較輕微嘅不小心駕駛，咁但係咧被律政司拒絕咗喎。
經審訊後被裁定係危險駕駛，導致他人身體嚴重受到傷害罪成啊！呢個法官咧就係一道明言啦，監禁係無可避免嘅。本身咧呢個法例咧就賦予咗需要監禁嘅危險駕駛導致到他人要嚴重傷害，但係個辯方竟然求情啊，揾咗好多上司，包括警司、助理警務處長嚇，然後咧求情咗之後咧，只係改判咧240小時嘅社會服務令，停牌2年，再要報呢個強制改進課程。咁因為咧嗰個辯方話佢已經還押咗30日㗎啦，佢坐咗30日監啊，佢拋過㗎啦已經啊，俗稱咁啊，有好相當大嘅挫敗嘅。佢2018年後咧加入警隊做督察、見習督察啦，考牌嘅之後咧3-4個月就發生咗呢件案件啦，即係佢係 P 牌。咁啊法官就接納咗佢，因為咧佢冇超速，佢只係冇睇燈衝咗燈啫。即係我話俾好清楚話俾大家知，法官係接受咗佢 P 牌而衝燈呢個藉口嘅。咁呢個係咪合理咧？因為一般嚟講 P 牌衝燈嘅機率會更細喎。P 牌咧更加係小心着意噶，你驚有咩意外啊嘛？你路面經驗唔足啊嘛嚇，所以我認為咧 P 牌衝燈嘅機率係好低，反而咧老手衝燈嘅機會咧，即係啲老手咧以為自己經驗好好啊，又聽歌啊，又覆 message 啊，又食煙啊，咁撞到機會大啲。你話 P 牌咧，我啊信喎，如果係即係將油門同埋 brake 調亂啊嚇，即係極力子啊，油門 brake 啊3個腳掣調亂咧，個機會係有喎。但係衝燈咧，我認為咧個機率係相對較細一啲嘅嚇，因為 P 牌咧你緊張啊，可能踩錯腳，呢個係情有可原嘅。但係 P 牌衝燈，我認為咧，如果我係官，我就不接納呢個解釋。咁但係官係接納咗，而且咧，喂佢啲求情信啊，啲警司啊、助理警務處長話佢為人孝順喎，好仔嚟嘅喎嚇，所以咧，喂唔好啦，唔好判監禁啦。咁呢一單嘢咧，你係睇覺得合唔合理咧？嗱，佢就官咧就判咗一個最低嘅刑罰，只係判罰咧240小時社會服務令，係呢一個刑罰裏邊咧最低嘅量刑標準。而冇判監禁喎，但係你從呢一單新聞同埋 Sheffield 嗰個咧逆線行車導致他人死亡咧，其實個結果只係一個死亡，另外一個咧就要截肢。死亡啊當然嚴重嘅要截肢啦，但係截肢都係好嚴重喎。佢嗰個道理一樣，都係犯法，一個就係逆線行車，一個就係衝燈，而導致到意外發生。咁所以理論上咧監禁咧係無可避免嘅，但係個官竟然係接納咗嗱。係咪因為警務人員求情而接納咧？我哋試下可以場景換位啊！如果佢唔係警務人員嘅，佢係呢個圖書館管理員嘅，如果得到助理圖書館館長嘅求情信，你覺得會唔會有幫助啊？如果佢直頭唔係公務員嘅，佢係一個普通茶餐廳嘅侍應，獲得佢個大家樂嘅呢個助理店長求情，話佢為人孝順，盡忠職守，新牌。你覺得呢個求情法官會唔會即係從寬去處理而唔判監禁咧？如果你覺得唔會嘅，如果佢係茶餐廳，佢係掃街嘅，佢係圖書館嘅，佢未必會獲得一個最低嘅量刑標準，而係因為佢係警察而獲得一個最低嘅量刑標準咧，那麼咧官官相衛呢個結論咧先能夠成立。所以啦，有啲人話咧，如果移英港人嗰兩單嘢可以話係種族歧視嘅，咁呢一單嘢香港人就即係分為3、6、9等喎，有一啲嘅職業係高級啲喎，途人係咪低級啲？但係嗰馮嘉敏我懷疑咧，佢好可能都係警務人員嘅家屬嚟嘅。我有啲線索，咁但係呢度就未100% 確實唔方便講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從呢一單新聞去睇咧，我就覺得3單新聞都係判刑過輕，3單無論係不小心駕駛啦，不小心駕駛，喂佢咁不小心，你都係停牌佢1年，有冇搞錯啊？咁佢不小心你停牌佢嘅時間應該長啲喎。如果唔係，你又冇有強制改進課程喎，喺蘇格蘭嗰單你起碼咧停牌可能要比1年更長，仲要咧佢有改進課程，或者甚至乎要重新考牌，咁呢個先合理喎。因為佢雖然係責任唔存在於佢，在於個小朋友大過佢，咁但係即係你撞死人咧都有心理陰影喎。你之後再俾佢繼續揸車咧，好可能亦都會造成更嚴重嘅交通意外都唔定嘅。嗰個香港人逆線行車撞死人咧，呢個真係不能夠接受嘅。呢個一定係要更嚴重嘅監禁。但係英國嗰個司法就係冇辦法啦，因為監獄爆滿啊嘛，啲
重犯都要早放啦，何況呢個屬於相對冇咁重嘅犯。咁香港呢一單咧，喂，你令到個途人截肢喎。雖然咧個途人咧就可以告死佢可以告呢個警察，而呢個警察咧佢唔係執行公務期間，即係呢個嘅遮仔會啊，警察儲蓄嗰個福利會啊，簡稱或者我幫佢改個名啦，遮仔會個名好難聽，我之前幫佢個名叫警促會啊嘛，警察儲蓄嘅警促啦，咁啊好好啦呢個警促會會唔會幫佢賠咧？定係要呢個嘅30歲嘅督察自己賠咧？民事索償係可以終身殘疾咧，係可以天價巨額索償佢喎。咁如果警促會肯賠嘅話咧，咁嗰個馮嘉敏咧，嗰個女途人咧，好可能佢下半身都會有啲嘅慰藉啦，下半身都有着落啊，否則即係你要截咗肢，終身都要趌下長短腳咁行路，咁呢一個就係嚴重啦。呢個對佢下半身嘅職業嘅規劃、生涯規劃、照顧家庭嘅規劃，呢個都係好嚴重嘅。咁所以咧呢方面咧就係得出個結論啦。到底邊啲係二等公民咧？嚟英國嘅兩單。好明顯就唔係二等公民而得出㗎，會唔會有其他地方受到歧視？可能會，但係嗰兩單就冇啦。咁但係反而香港呢一單咧，係咪令到人哋會聯想有一啲職業嘅求情係會更加有力咧？咁都唔出奇嘅，可能佢覺得專業或者係嗰啲對社會有功勞、由治及興有好大嘅作用嘅職業唔知呢個警察係屬於咩部門啊？呢個就資料冇顯示，可能佢覺得嗰啲係更加有效，而咧孝順都係有一個求情嘅作用喎，呢個好似漢朝咁舉孝廉孝順都可以求情喎，孝順都係一個咧撞到人哋截肢咧都可以考慮嘅一個因素嚟嘅。咁孝順咁都係百行以孝為先啦，係咪啊？法官就接納咗法官就接納咗新牌仔可以衝燈咧，係因為經驗不足，因為有4-5秒冇望到你即係呢個係喺旺角嘅凌晨、旺角黑夜嚟喎，一個新牌仔係咪應該更加小心咧？明知自己新牌啦，係咪唔應該咁夜嘅時期開車咧？個精神狀態係咪合理咧？呢樣嘢法官有冇考慮咧？咁等等都令到人哋好多嘅聯想，邊啲先係二等公民咧？就睇咗證據先決定啦。咁我將證據咧係拎咗出嚟同大家鋪陳啦，大家看官認為如何？喺下邊留言有意教我啦，好嘛？今日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可以 like、subscribe、share。收費朋友 Patreon 啦，裏面有更多嘅獨家資料、獨家嘅課堂，以及咧優先可以睇到內容喎。今日你睇到呢條影片咧，已經係會員咧睇咗1日嘅時候啦，見到啦。多謝大家支持，講到呢度，拜拜。